在实战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把球发得很转，落点发得很开，但是对手接的依然很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发球的隐蔽性太差？这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提高你的发球隐蔽性。发球的隐蔽性大概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旋转的隐蔽性，第二种是落点的隐蔽性。这里边旋转的隐蔽性主要指着正手的转不转啊，包括侧下、侧上旋，二者我发的动作相对来说比较一致，对方不容易判断，或者说当他判断的时候，这球已经落到他的球台反弹了，那么这个时候即使他判断出来，他也接不出来多大的质量。那么关于落点的隐蔽性，就是我发长发短，我发你反手、发正手、发中路，在我出手之前的一瞬间你无法判断，只有当球和拍接触之后，你才能看出来这个球我到底发哪个方向，哪个落点是长是短。由于发球的方式有很多种这里边举个例子吧比较流行现在是发勾手，你们也比较愿意看我发勾手，所以这节课呢主要以勾手为例，这个侧上、侧下旋，这个隐蔽性怎么去做首先呢，你要想做到发球的隐蔽性，你要有一定的反差，你不能说我发一个球之后，对方按下旋接也接过来了，按上旋接也接过来了，那么说明你这个球的反差太小。所以说第一步，首先你要能把勾手的侧下旋发转。关于动作要领我已经讲过多次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主要讲讲这个隐蔽性到底怎么去做。首先我们在抛球的时候，我们要有引拍，一般是先引拍后抛球先引拍后抛球，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很多的业余球友发球的时候，不光是发勾手，在发球之前，如果两个人比较熟悉，一引拍就能够看出来你要发什么旋转。比如说你不要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我一发侧下，我简单做一下我就这么拿着，我一发侧上，我就这么拿着。那么这个球如果熟悉你的人，你一抛球我都不用判断了，是不是？还看你拍成什么？你一抛球我就知道发什么旋转，那这个就没有隐蔽性了。所以要想做到勾手的侧下侧上隐蔽性，那么第一点，在引拍的时候你就要一样。比如说你说我习惯于按侧下的板型去引拍，那我发侧下侧上我都这么引，是不是我简单做一下你比如说发侧下，我这么引，我只有在出手一瞬间你才能看出来侧下还是侧上。那我按侧上去引也可以，我这么拿这是侧下对吧？这是侧上。接下来我说一说这个发完球的假动作怎么去做。你可以做的一致性，比如说我都往前使劲，侧下我发侧上也往这个前使劲，那么我最后的结束动作都在这儿，这个可以看清是不是那么换一个假动作，比如说我都往下使劲对吧？这是侧下，你看侧上发这就是一致性。第三个假动作你可以做一个翻腕的动作，看一下侧下旋，侧上旋，对吧？这是三种一致性。当然每个人的假动作可能会有所区别，你习惯于怎么去做假动作就怎么去做。第二点，我们讲一讲落点的隐蔽性。首先先讲一下球长和球短如何去控制。如果你想要发长球，给球更大的力，并不意味着你的动作要更大，也不是说发短球我们就不引拍这都不行。我们要做到引拍的一致性。我可以都小引拍，比如说我发勾手的长短的侧下旋你看短的我这动作都比较小你看我这引拍还是比较小，但是突然间一使劲这就变成长球了。当然你可以把动作做大一点，我即使发短球我可以引拍幅度大然后我收住我还是这个动作我发了一板长的。这是关于长球和短球给球不同的撞击力，我们采用相同的引拍方式，要么动作幅度大，要么动作幅度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落点的变化，包括我发你正手还是发反手，也要一个动作，就是说我球拍与球接触那一瞬间，你才能判断出我到底直线呢还是斜线。那这个做的时候我们在开始练习
在侧身位或者说在你反手位发直线球的时候，教练员可能讲，我们身体要转过来，就是说我发斜线的时候，我身体对着斜线方向；我发直线的时候，我身体先转动后发球。这个呢，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可以提高你的发球命中率。直线一定记住哈，先转过来身再发，这样发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你刚刚学习一种发球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发熟练之后，经常我们能看到这个发的视频，就是老瓦偷刘国梁这个正手，这个是不是啊？老瓦发这个动作呢，就是明显身体对着斜线，球往直线走。那这里边需要注意啊，你要在不看球的前提下，你第一跳控制在你端线附近啊，是不是？这个确实要多练啊。那么你身体转过来，这个难度就小很多，但是呢，它的隐蔽性就会很差。这都擦网了，发低。最后做一下总结，我们能够发不同的落点、不同的旋转，这只是发球的第一步啊，或者说是最基础的要求。当你发熟练之后，一定要结合你的假动作，从引拍开始到接触球的一瞬间，到接触球后的假动作，这些都要做到一致性。相信做到这些，一定会让你的发球再上一个新台阶。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咱们下期再见。